哎，那座山，就是那座山，海里木壁画里的那座山，没错。我咋没看出来啊？这对于胖爷来说是一小步，但是这对于墨镜校尉来说，这可是劈着叉的一大步啊！质的飞跃啊！难怪人家说，到蓬莱仙境，不及长白一跳，北国风光，万里雪飘，太壮观了。哎，顺子，啊，怎么着？你也尽尽导游本分，跟我们说说这儿啊？咱们长白山的传说中啊，这里的大圣山、小圣山，还有前面的三圣山，在洪荒时期啊，其实就是一座山。后来大禹治水的时候经过这儿，用一把神刃劈了2下，一座山变成了3座山。我听爷爷说，在这3座山上看到的风景各不相同。就比如说在咱们这儿，小圣山上，你可以同时看到大圣山和三圣山，但是在大圣山上，你就看不见小圣山，只能看见三圣山。最奇怪的是，在三圣山的峻岭上，你不但可以看到大小圣山，你还能看到三圣山后面与它遥遥相对的天梯峰。这天梯峰比三圣山更加巍峨，常年云雾笼罩。相传上面有一道天梯可以直达天宫，是人间和仙境的甬道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你还能看到它们之间有一道彩虹一样的霞光。不对吧？这云顶天宫不是应该在三圣山上吗？怎么又跑天梯峰去了？这个我知道，来之前就这个现象我还特意调查过。我猜想是因为修建天宫的时候，因为天梯峰和四周雪山的折射，所以形成了海市蜃楼。而且你们看，这山间之中，终年大雾不散，形成了一种幕布，所以海市蜃楼折射进去之后，就好像天宫在天上一样。这海市蜃楼不是在沙漠和湖泊中才有吗？在雪山当中能形成海市蜃楼，确实是十分罕见。我想，估计跟这儿的地貌和龙脉有关系吧。再说了，在这种天然的宝穴当中，发生什么都不奇怪啊。
小建筑师，他用的什么炸药啊？行不行？他用的那种炸药是专门用来钻孔、破坏墙体、墙面的，威力就相当于10几根炮仗。而且他又重新调配里面的炸药，威力应该比原来更小。我听说过，之前有一些老手可以用这种特殊的雷管，在任何墙体、墙面上炸出一个仅能容人通过的洞。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老板千万不能炸啊，这会雪崩的，这样真的会雪崩的。老板不能。回来！怎么打人呢？向导跟着咱们真惨。这下怎么处理啊？你不用管，你弄你的。这个人回去的时候还用得着，不行的话，把他带进墓穴，出来的时候多给他些钱。调理来调理去，没事儿，分寸把握特别好，就是晕了没死，放心吧啊。大家往后退，退到那石头后面去。走了。老方，来吧。完事儿了。完事儿了。一点声儿都没有啊！这果然是炮神，厉害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别慌，大家都不要说话。不要慌，不要慌。上面的积雪很薄，就算是有雪崩，也是小面积坍塌，不用担心。只要不被雪潮冲下去就没事了。尽量不要说话。不可能，我已经算准分量了。小心点儿。
铁针！雪崩来了，大家快退！快啊！快点儿！退下来，快！雪崩，快进来！快点儿！让血流过去，快！你没事吧？什么？行，别说了啊，休息。我告诉你，咱们真是运气好，他只是小部分的坍塌，血量少，要不然咱全得玩完。我天，你看他还醒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运气也挺好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完了就渡过去了，还有人扛你。我告诉你啊，下山买彩票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小兔崽子，小点声，想把我们都害死。哎，我们怎么少了一个人啊？你都上来了，少谁呀？不是，潘子。潘子，啊！我天，他不会被雪崩运下去了吧？不可能，潘子的身手那么好，他肯定……他走了。应该不会。什么？你安全之后，潘子也走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怎么不叫住他呀？叫住他干嘛呀？他干嘛拦他呀？小哥没有理由拦他呀。这一路都走过来了，为什么反而到了地方他却走了？可能是要给三叔通风报信吧。哎呀，灾难之后一片祥和，感觉这块儿被重新更新了一遍一样。
哎，天真，你看这夕阳照在雪山上，像不像把雪山点着了？啊？胖子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象特别的熟悉？没有啊？怎么了？哎，小哥，胖子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看过一幅壁画，里面的情景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海底墓，海底墓的壁画。哎呀，对，哎，小哥，你也应该记得吧？哎，哥几个，说什么呢？什么海底木偶壁画啊？都说说大家一起听听呗。长话短说，之前我们下过一个斗，那里面有幅壁画，上面的画面和我们现在眼前所见的情景几乎重叠了，唯一不同的是，那画面里漫天的红色是火焰。当时我还有所疑惑，是什么东西能把整座长白山都点着了？但是到现在我才知道，其实那画面里的红色就是这夕阳的残照。你这么一说，越来越像了，真的。夕阳残照之处，就是云顶天宫所在。司阿公分析的没错，这宝穴的确就在我们脚底下。只是我们现在要想其他的办法进去了。不是天真，我觉得为咱们的安全考虑，咱们还是先回去准备充分再来吧。我们长途跋涉，好不容易来到这里，如果现在打道回府的话，前功尽弃，我不甘心。只是我们要想其他的办法进去，可是看着茫茫雪山，再炸一次。还要炸？司阿公，你确定吗？这次你一定要把炸药的剂量调得精准，如果再出什么纰漏，你就不要回去了。我上次用的药量确实是有点大，这次已经把剂量减半，而且啊，我增加了数量，按照这个坡的角度下了6个管，6个差不多1米的深管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开一个不到4米的地洞。大家都背靠墙壁，把自己的位置固定好。司阿公，我天哪，这得有5、6米厚了吧？啊！
哎，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啊？在几万年以前，长白山所处的位置还是汪洋一片，是因为主体火山喷发才从海中隆起的。你说这下面这么大个东西，会不会是一些远古海生物的遗体啊？不对吧？冰川形成之前，山体就已经在了。要是动物遗体的话，那就早成化石了。难道这是昆仑胎？啊？什么是昆仑胎啊？和尚，昆仑胎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奇特现象，就在龙脉的源头，就是咱们俗话说的集天地灵气之所在。一般都是岩石、冰川，还有树木当中，会形成一种类似婴儿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古文献记载就叫做地生胎，不过现实中有无还有待考证。听着挺邪门的，但是这胎形我看好像不像是人吧？昆仑胎是天生胎位，地生神物。哎，孙悟空不也不是人吗？那你要那么说的话，如果这个是昆仑胎，那什么灵，那肯定都在这下面了。都别说了，咱们下去吧。啊，不对，如果这里真的是天生的宝穴昆仑胎位的话，那怎么可能只是一个陪葬陵呢？那真正的云顶天宫所在的三圣山，风水得好到什么程度才坐满啊？总不能比这昆仑胎位还要差吧？不，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么想。如果这个昆仑胎位是假的，它是设计出来的，是人工修建的，它是一种象征的手法。他们故意把陪葬陵做成了婴胎的形状，我们现在看见的只是陪葬陵的影子。这也正是我所疑惑的。按理说，没有再比昆仑胎更好的风水了。可是这昆仑胎出现在这儿，看来一定是有问题的。难道他把三川的走势给改了？哎，老爷子，我觉得咱们把入口都打开了，咱们就别在这儿拼了，咱们就下去吧。啊，胖子，哎，这次我赞同你。你先等会儿，咱们如果要是下去看到的不是陪葬陵，而是一个真的昆仑胎，该怎么办？如果是真的昆仑胎，那就是天作的神迹，也值得我们下去看一眼。哎，哥几个，怎么下？反正是不管这个昆仑胎是什么，起码它现在是完整的，说明这个地方没有发生坍塌。然后你看那个远处，那好像是几个巨大的柱子吧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它应该就是用来支撑我们脚底下这个冰盖的。这个冰墙应该不是直接压在建筑上的，如果直接压在建筑上呢，就会发生坍塌，建筑就会有破损。所以这冰墙它得有一个弧度，这个弧度呢会形成一个天然的冰穹，顶在这个斜坡上，保护着下面的建筑。就像咱们墓室那个封顶、封土，这只不过就是冰做的。所以我觉得顺着那些远处的那些木柱子下去，就能到建筑那地方。胖子，我真对你是刮目相看啊！哎，没有，的确，胖子说的办法可行，我们试一试吧。查到在哪儿了吗？查到了，华爷，在西边的夜色酒吧。还有多久？8、9分钟。再快点儿。来杯橙汁。好。什么时间验货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就那货特别的嫩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我还能骗你啊？靠不靠谱啊？靠谱。
活动活动，走。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，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这个深渊的正上方，从这里到下面昆仑台足足有100多米的纵深距离和20多米的横向距离。我们绳索的长度虽然是够了，但是这最后的20米，我们靠荡也没办法荡过去。那小哥也不行吗？小哥又不是能违反物理定律的超人，真的不行啊？哦。你们真是一群废物！萨哥，我们这不是太兴奋了吗？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。您老有经验，您说这斗该怎么打？万变不离其宗，小心为上。这样，先下去一个人，降到撑着这些冰穹的木头廊柱上，然后再顺着廊柱爬到山洞的上方，再用绳子下到那些外面架空的建筑的屋顶瓦上去。老爷子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天真，行吗？这下面的每一根木头柱子，足足都有100多米长，这肯定不是一棵原木的长度，而是用木头楔子把几棵原木组合在一起形成的。这样的结构承受压力不是问题，关键是能不能承受得住拉力呢？如果到时候发生坍塌的话，一棵木头在下落的过程中必然会撞到其他的木头，到时候引发连锁反应，整个冰穹都有可能会塌的。这个方法还是太冒险了。哎，探穴嘛，就得冒险。你知道，在我来之前算了一卦，我也给你偷偷算了一卦。这签是咱们福星高照，鸿运当头，遇难成祥，得偿所愿，没问题。接着吹，风还不够大呢。吴姐，你有别的办法吗？我来。小哥啊，你看见没有？还得我们小哥，是吧？哼。我那哥们儿才被抓住，反正你小心点吧，上面有人，你知道吗？走。
干嘛呀，小姑娘？这么晚了跟着我们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！对不起，我只是出来不认识路的。小妹妹，你表情不够到位啊！没有，我只是刚出来就看到你们瞪着我。刚才你都听见什么了？没有听见啊！没有听见，没有听见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听见。不要抢我的包！你好，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？你再看清楚点，有没有见过她？没见过呀。哎，说，在哪儿？哎，那边，去那边了。顺子，这也没装什么好东西。看着铜鼎的风格，还有这灵宫的样式，这很明显的是汉人的风格。哎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可是东夏国的陪葬陵。东夏国的陪葬陵居然是汉人的风格，这说明这就是汪藏海的手笔。不管他走到哪里去承包工程，他永远都逃不出自己的民族和时代限制。这陵墓修在那么神秘的地方，
一定有不少好东西。走，去瞧瞧。哼。开门，胖爷来了。哎，胖子，注意安全啊！没事儿。有机关，有机关，有机关！哎，不用怕啊，那个是粘在门背后的防潮漆，现在已经冻成粉末了。那是不是等它散去就没事了？嗯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，这底下比上面雪山那儿还冷。云顶天宫那道门也不是这么好进的，洞穴气温一旦下降到-40°C，我们的装备都无法支撑，到时候就必须退出来。哎，这门是不是锈死了？不行，等会儿，算了，不行。哎，小哥，你还是过来看看有没有机关吧，先。你看，这里写的，是不是应该是战斗的意思啊？根据我的理解，说战争更确切一些。战争啊？嗯，对。大少，花爷，霍老太太帮裘德考出口了大批文物，那么照片很有可能就是裘德考让霍老太太给我的。这件事情我会去核实，但当务之急是让秀秀小姐知道此事。毕竟这文物案子，如果有她的帮忙，那么您处理起来也会便利很多。去把秀秀叫来吧。好。看来奶奶真的参与了贩卖文物。秀秀，我们通过外围的账号查到她上架的一些资料。你先沉住气，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或许霍奶奶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。花爷，你看。这个人就是张浩的上家，人称刀哥。这个刀哥特别的小心谨慎，就连找女人也要在自己的地盘上，没有2道暗号，别想见到他。而且这个人还非常有生意头脑，他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运输线路。就我们目前明确掌握的运输线路，有老挝、泰国，之后换水路运往欧洲。为什么说他谨慎呢？他在途中还换了好多份，所以想追查下落很难。大家都喜欢刀哥的口碑和路子，所以整个长沙70%的卖家都与他有合作关系。这么说来，
这个刀哥掌握着大量的交易名单，如果我们要打入团伙内部，就必须要控制住他。可是花爷，这个刀哥十分的狡诈，就连雇佣的保镖都是雇佣兵。我想一般法子他是不会上钩的。小豪哥哥，我有办法。这上面记载的就是万奴王将妻子沉葬在海底墓之后，重新披挂上阵，远征西南杀敌的故事。可是我总觉得这个……原来那海底墓那12只首尸是万奴王他媳妇儿啊！哼，挺有夫妻相的。这后面记载的，好像是一封情书。对，这上面说爱情究竟是什么？两只飞燕以生死相对待，这一去就是万里，孤孤单单，前程渺渺，路漫漫，失去了一生的挚爱，即使苟且活着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明明就是金朝元好问的一首雁丘词啊！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欢乐去，离别苦，旧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，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知影向谁去？ Yes！ 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啊？金庸老师的《神雕侠侣》没看过啊？那合着他后面写了这么一堆，完全是在歌颂爱情啊？这就是一首情诗啊，应该是万奴王表达了对亡妻的一种哀思吧。万奴王和他媳妇儿，一个东北，一个西南，异地恋呗。就一大虫子。 有什么可爱恨情仇的？全都是扯淡。不是你们拼好没有啊？好了呀，哎，吴邪，你们确定？你们对准确了？应该对吧？图形是我和吴邪一起弄的呀，应该没错呀。
不行啊，吴邪。哎，胖子，你刚才在上面动这个雕像哪儿了？哪儿都动了。我是说，你有没有碰到别的什么东西啊？又赖我啊？反正这个雕像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变数了。大家都过来，帮我把积雪清理了吧。这万奴王把胖爷当清洁工了是吧？原来他身上的落雪是展现了孤独和寂寞，只有帮他拂去落雪，这门才会开。想不到这万奴王跟我一样，还是一文艺男青年啊！不对，这不科学啊，这没道理，这门是怎么开的？老祖宗的智慧，有什么科学不科学的？反正这门是开了。哎，不是啊，哎，不对，这门没道理嘛，门是怎么开的呀？别纠结了。啊，不是，你们没有人想过吗？哎，四阿公，你收拾东西吧。这可挺邪性的，
这画还全是虫子，挺瘆人的呀！啊！百足龙，哎，俗称不就是大号的虫子吗？一般来说，这陪葬陵里葬的都是墓主人的子嗣亲属，要不然就是当朝宠臣。但如果是子嗣亲属的话，这些壁画描绘的内容就应该是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；如果是宠臣的话，描绘的就应该是在朝时的情景，比如说文官治水、武官伐兵之类的。但照这么来看的话，这些壁画好像两者都不是啊。为什么都有虫子呢？说得对，而且就算是以龙为主的话，那祭拜的人也得有个领头的呀。这是陪葬陵，那他们就应该以万奴王为尊。那陪葬陵刻画的就应该是万奴王的左右四方。可是你看现在，除了士兵，还有奴隶，太奇怪了。而且，这是在皇陵中的壁画，可是太不寻常了。有没有可能这画也是双层的？咱给它抠开。别乱抠，这是文物。你看，这里已经脱落了，但是这后面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这全是青铜器，也倒不出去呀。袈裟，旁边就是刀哥每次开房的房间，你让两边的人马准备好，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控制住刀哥。放心吧，华爷，摄像头我已经安在了非常隐蔽的地方。乔姐可靠吗？这个乔姐在做妈妈桑之前，一直都是谢家堂口的人，可以信任。小花哥哥，你看我这身打扮和你当时的花旦扮相，谁更美？秀秀，这不是闹着玩，你要是还没准备好的话，我还有 B 计划。嚯，秀秀小姐，你现在的打扮完全符合刀哥的口味。那是自然。行，秀秀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名字叫 Summer， 这个耳麦里面有定位器，
你带在身上注意隐蔽，一旦有什么情况，自保为主。知道了。都听好了啊，都打起精神来，好好准备准备，客人啊马上就到了。乔姐，Summer， 今天这个场子呀，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最合眼缘的。谢谢乔姐。待会儿我给刀哥推荐你，你自己把握时机。哎呀，乔姐，你真是对我太好了。成不成功就靠你了啊！谢谢乔姐啊，这么好的场子都能想到我。等下一次啊，我们那边有好场子。都带上姐妹们一块儿去啊！姐妹们听到了没？好场子啊！赶紧来，那我先坐了啊！先坐哈，我去接待。来，坐。一定要带上我啊！就是啊，还有我呢。哎，别忘了还有我啊！大家都是好姐妹，还一起分享啊！这东夏国也太穷了吧！陪葬陵里没陪葬品，这不会万农王他把所有的陪葬的东西全搁他屋里了？完了，这陪葬陵不剩一点东西。能盖这么大一座陵墓，还舍不得那几个陪葬品吗？我觉得这肯定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吧。这不对呀，他再怎么边陲小国，再怎么国力不济，但是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吧？金银首饰没有，那青铜器总该有几件啊？青铜器有，你看，这不是之前那猴子吗？但是怎么看怎么不值钱，这不知道以为这是现代艺术家刚雕的呢。哎，你们看，这总共有三个停棺台啊！哎，难道陪葬这哥们儿特别忠心，连他媳妇儿孩子一起弄下来了？哎，这是枫木石啊！你们看，地宫的入口一定在这下面。有没有陪葬品就看这儿了。来，哎，等一下，小哥，要不要检查一下这里有没有机关啊？嗯。怎么样？没有就赶快来呀！来，一起搭把手。哎，听我指挥啊！1、2、3，1、2，来，再加把劲儿！1、2。再来，1、2、3啊！加把劲儿，1、2。好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枫木石是假的？不可能啊！这最基本的葬式，玩什么也不能玩这个呀！入口肯定在下面，会不会封在这青砖下面了？哎，这些新砖没有被铁浆封起来，这就说明
这下面封的也不一定是入口啊。掀开看看，是吧？来啊！这不太对啊！来来来，哎呀！哎呀，秀秀小姐果然不一般，这才多大一会儿，就已经打入他们内部了。嘉莎，以后这种话别当面夸他，这种事情让他参与越少越好。知道了。